大家好，我是 Julie，今天要学一样妈妈最拿手的传统台湾点心糙蛙粿。这是她年轻时自己摸索出来的做法，我们全家吃了20几年都吃不腻。现在轮到我下场学啦。妈妈说有些 mega 是光看学不会的，一定要动手做才知道。材料清单都放在片尾，记得要看完哦。端午节快到了，这是我们家后院自己种的艾草。妈妈今天要做糙蛙粿。好，我们先采一点艾草，我们可以剪它的嫩叶，这样子。这样剪一些嫩叶，我们再来做。今天剪的都是嫩的叶子只要把这个叶子摘下来，摘到前面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嫩的可以留起来，就是这样。艾草糕的内馅是要有萝卜丝的，这个萝卜丝是我们自己晒的现在要把它泡好了，大概差不多10几20分钟，我们就可以用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炒馅子先烧锅，萝卜丝我泡过了，已经稍微切了一下。如果说不切的话它太长了，所以我就随便剁了2刀，也不用太碎因为它有的是太长了，所以要剁一下比较好，就随便这样剁2刀就可以。好，锅热了以后，我们加油3大匙。我们先炒那个萝卜丝，因为萝卜丝要把它用油炒，把那个水分炒干一点3大匙的油热了，我这时候先把那个油葱酥先把它爆香这样炒的话，就是要让那个油里面有那个油葱酥的，本来都是要切生的葱嘛，我们为了方便就是买熟的。萝卜丝倒下去，萝卜丝先炒，把那个水分炒干了以后，加一点点味道，炒好了肉再把这个倒下去。这个萝卜丝如果不炒的话，直接放到肉里面不好吃，它不香，而且还有水水的，所以一定要先把萝卜丝先炒一炒，加一点酱油2大匙，1茶匙胡椒粉，4分钟好了。好，加一点麻油，把它拿起来，我们来炒肉。锅热了以后，我们放3大匙的油。好，热了以后，我们先放姜，姜放下去，再放虾米3克用那个酒泡好了以后，再把它稍微切碎一点。这就是刚才那个泡那个虾米的水不要倒掉，那是酒不是水炒香了以后，再把大蒜放下去，油葱酥差不多2大匙，这样炒香了以后就可以倒肉。好，现在已经差不多5分钟了，它水已经差不多都快干了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倒酒、酱油、胡椒、五香粉、糖、盐。再放1/2杯的水，放下去让它炖一下。我们再把盖子盖起来，差不多。好，这时候我们再把味精倒下去，弄匀了以后，稍微加一点点芡粉，差不多2匙就可以了。这样差不多了就放一点麻油，这样我们就可以关火。好，我们再把这个倒下去。好，我们现在都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尝尝看它的味道。
是不是你要的那个咸淡？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熄火，等凉了以后，我们再来包。这是那个艾草，我们昨天摘的，现在把它拿来烫一下。这个一定要经过那个开水煮一下，煮一下，它会把它那个叶子上面的那个苦涩味道啊，煮一点，煮掉它，这样吃起来比较好吃。大概不用煮太久，大概差不多1-2分钟就可以了。等它全部开了以后，大概差不多1分钟到2分钟就可以了。在台湾差不多都用鼠菊草的比较多，因为鼠菊草啊，它颜色没有这个艾草香，艾草有香味道。对，这样差不多2分了，可以了。让它漂一下。最好换一下水。这是那个枇杷叶，如果要是没有枇杷叶，种叶或者是芭蕉叶都可以。因为我们家里后院有那个枇杷树，所以很方便，我就用枇杷树。这个枇杷叶摘下来以后啊，一定要泡水，泡个大概差不多10几分钟再来洗，因为它这个上面有那个毛，所以一定要泡水。泡完了水以后啊，要用刷子这样子刷，把上面的那个毛一定要刷干净，这样两面都刷，这样刷那个毛刷掉了才可以用啊。好，这样刷干净以后泡一下，好，洗干净了以后啊，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控水，用一个篮子这样控着水。控着水，等一下要包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如果水不干的话，我们再来擦。我们现在要做糯米团哈，一个是糯米粉，一个是粘米粉。我是用上次我们做的那个汤圆一样的配方，100克的粘米粉，30克的糖，把它混在一起。这个艾草我们刚刚煮过了嘛哈，现在把它挤干。也不用挤很干了，差不多没有水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再把它切一下，因为它这个韧性很强，比较不容易打。这样切一切的话，可以帮助它打。好，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搅拌机，2杯水。我们现在开始把它打。这时候我们先把那个面粉用开水烫一下，再用那个100克的那个开水烫那个面，倒下去以后让搅一下，让水碰到旁边的那个面，烫熟，把它烫熟。好，我们开水倒下去以后停40秒，再来搅动。这时候它那个旁边的面已经熟了，我们包的时候皮要不容易裂，加的时候也要慢慢的加，不要一次加太多了。加太多了，如果太短了、太稀了，就没办法挽救，就要加粉了。好，这时候我们再下手去揉，揉的时候还是戴一个手套比较好。这时候我们开始慢慢揉，倒这个一定要稍微留一点，看看多的话就不要倒了，揉到它差不多软硬适中，差不多1有1/4杯，1有1/4杯水，怕水太少了哦，它又不好打。然后这样刚刚好。妈，万一要是水不小心倒太多了怎么办？就可以再加粉，是加糯米粉？加糯米粉。OK， 好。和到最后的时候，就像我刚才一样，倒了差不多了哈，搅到那个白粉不多了，你就不要倒了，倒就剩下的哈，你就留着一边揉一边那个，那这样的话，你看我这样揉出来，对，这个还剩那么多，这个剩下去可以不要倒，你下次再做，你放到那个冻箱里面有没有？找一个盒子装起来，放到冻箱里面，下次要做也还是可以用。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放到那个塑胶袋里面，让它醒一醒，再来那个先沾一点粉沾一点粉，我们再来把它包起来。包起来哈，最好是不要让它有
有空气，这样它就不会干。这样啊，等一下就可以包了。让它醒了，大概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好，这是我们洗的那个叶子，现在已经晾了差不多了，有的还有有水，有水的话就要拿这个纸巾把它擦干，擦干了以后刷油。刷油，把它剪好了，等一下我们再用。这么大可以那个再修啊，这样。今天和这个面啊，有一点软，可是还是可以做。如果觉得软的话，还可以加一点粉。1083，这样一个50克，可以做20多个。我们先来做剂子。一个差不多50克啊，好的，这一个50克啊，我们现在把它压，皮子压了差不多厚就可以了，不一定说要中间厚，那个旁边薄都无所谓。馅子大概差不多30克，就是自己吃无所谓，多少都没有关系。喜欢吃能尽量放就尽量放，多的话可能不太好包，你就可以少放一点。手沾到油的话，要把它擦干净，这样才等一下才比较好那个，不然的话它的封口不好封。这样捏的时候捏的时候不要这样子死捏要这样子捏，前面这个要有一点空隙，这样的话它就会比较灵活一点。这样子你看，它只要上面只要这个中间再压紧了以后就可以了。这样不要，如果说用手指头这样掐，它就会扁扁的，就不好看。这样的话，你这样只是用这两个中间压下去，这个地方还是松的，它压起来就这样包起来就很漂亮，就是这样的。要多包几次就好看了啊。包这个还是要戴手套，你不戴手套的话，它很容易粘手。用手压一压，差不多。你要感觉到哪里厚，用手指头这样把它压一下，就差不多厚了。这时候再放馅子。其实馅子如果说你做的多的话，做不完，你还可以下次还可以再做。这样的捏的时候这样子捏，对这样。捏好了以后再整容一下，往中间挤一挤，它就不会长长的，就是感觉的很像元宝一样，很饱满。就像现在你把它放下去以后，到时候你要觉得太长了你就把中间往这个中间推一推它就看起来就很饱满，对不对？像这个你让我包的比较长你就可以往中间推一推，这样是不是就漂亮了？这个馅子最好包最好隔夜，前一天把它炒好了以后第二天来包，这样比较好包。如果当天炒的话，最起码也要5、6个钟头，让那个馅子都硬了，它就比较好包。先在中间先把中间捏合起来，再来捏旁边的。捏的时候尽量往里面推，一边捏一边往里面推，它就不会越来越长。这个手也可以帮着它往前面这样子这样捏好了以后，我们再放到下面再来整容一下。
其实不整容也可以。现在水开了，我们上笼蒸25分钟，水开了就可以计时。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可以开笼。漂不漂亮？啊。好，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最好是放到这个架子上面都通风，凉的比较快哈。好，我们拿出来以后啊，稍微上面补一点油，这样子的话啊，它就不容易干，不用刷太多，只是一点点就好了。好，我们来剪开一个，看一看。好，尝尝看，这个裂开的先吃。这馅好香，皮也好 Q。好香，我都闻到。不错，所以这萝卜干也是你自己晒的？自己晒的。外面买的都是那个颗粒的，或者是整颗的，那种口感没有这个萝卜丝好。所以我要做这个都事先准备，先把萝卜干晒，自己做。啊，这个味道是台湾那个味道。你看我这里面都是湿湿的、润润的，就是因为我有放一点点芡。肉炒好了以后啊，先把那个芡给它稍微勾的薄薄的，不要太多，这样它就不会水水的。那勾芡勾好了以后，再放那个萝卜丝。那很麻烦的，你这样就像包饺这样，一气呵成不就可以了吗？把那馅子往里面压紧一点。我不知道他们炒馅子里面放一点太白粉，我给他们炒的时候也放一点勾芡，这样的话它那个不会留汁子。